10亿跟亲妈，你们选哪个？我妹毅然决然地选定了10亿。接着她嫁入了豪门顾家，坐拥10亿的彩礼，而我则跟着改嫁的母亲过着平凡的日子。谁能想到，我妹嫁过去还不到3年，顾家就破产了。她的老公卷走钱财逃到了国外，只留下她一个人顶罪坐牢。她出狱之后，第一件事就是要来杀我。再一睁眼，我和她又回到了做选择的这一天。这次她抢先选择了亲妈，我笑了，终于有人替我去闯荡那个如虎似狼的地方了。我选我妈。我的双胞胎妹妹沈青青说出这句话时，脸上的得意之情顾家丝毫不少，就和她前世做出选择后的表情如出一辙。上一次她选择了10亿，却落得那般凄惨的下场。看样子这次她对自己的选择充满了信心。我没有别的选择，只能接受顾家10亿元的彩礼，嫁给了本国的首富之子顾英博。我们结婚的那天，场面极为轰动，全国各个领域的精英都来参加我们的婚礼，唯独新郎没有到场。前世沈青青和他结婚就是这般情形。说来也很可笑，顾英博这人幼稚得很，他拒绝出席婚礼，只是为了证明自己对白月光的心意始终不变。其实我心里清楚，无论是前世娶我妹妹，还是这次娶我，都是因为他家里催婚催得厉害，而且我们和他的白月光长得极为相似，用他的话来说，勉强还能看得过去。由于新郎的缺席，婚礼现场变得极为尴尬。我一个人站在证婚人旁边，瞟见沈青青站在人群中，她满脸都是嘲讽。上一次她结婚的时候，遇到这种情况又急又气，在现场大哭了一场，把原本就尴尬的场面弄得更加难看。这次她肯定是铁了心要来瞧热闹了。我这个胞妹从小就是这样，见不得我过得比她好。小时候她特别贪玩，我学习刻苦，成绩优异，总是受到学校的表扬。她心里不服气，就联合学校的小混混一起欺负我。也幸亏她从小到大都是这样，反倒把我磨砺的能够做到宠辱不惊了。我毫无怨恨，满脸微笑的走完了司仪安排的所有流程。我下去敬酒的时候，有好几个富豪太太都对我赞不绝口，说我举止得体，不卑不亢，面对这样的局面也能从容应对。他们都以为我受了天大的委屈，只能憋在心里强撑场面。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，我是真的不在乎，不就是结个婚，新郎来不来有什么要紧的，只要10亿到账就完事了。毕竟我结婚又不是冲着那个蠢男人。婚礼当晚，一回到家，我婆婆就对着顾英博大发雷霆，骂他是个没出息的东西，不知道顾全大局，差点让顾家颜面扫地。你知不知道，今天要不是微微稳住了场面，我们家可就要成为所有人的笑柄了。面对亲生母亲的指责，顾英博满脸都是不满。婆婆恨铁不成钢，能娶到微微这样的姑娘，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不满意的。依我看，是我们家高攀了。你到底知不知道，微微可是行了，别再说了。顾英博打断了谈话，我不管他是谁。说着，他从沙发上站起身，几步走到我跟前，直直地盯着我，那眼神中没有一丝温情。你只是个替代品，替代品就该有替代品的觉悟。记住，我永远不会碰你，你也别想着在我身上打主意。哎呀，这扑面而来的蠢人气息，要不是婆婆在场，我真的很想让她离我远点。我可是有厌蠢症的。我挤出一个极其虚假的微笑说道，那最好不过了。沈青青比我想象的还要心急，我结婚才不到1个月，她就急着要来向我炫耀了。为了让我不要拒绝她，她甚至编了个绝佳的理由，还让我母亲跟我说，你妹妹找了个很不错的男朋友，我怕她被骗，要不你帮忙看看那男的怎么样。我们约在了一家咖啡馆，地点是沈青青定的。我们见面还没聊几句，她就开始炫耀这是她最喜爱的一家店。说着，她顺势挽起了纪培涵的胳膊，笑得一脸甜蜜。阿涵可疼我了，知道我喜欢这里，立马就办了这里的年卡会员。我就说嘛，就沈青青那每月2800的薪资水平，怎么可能负担得起这种高档咖啡店的花销？原来是花别人的钱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。我不动声色，礼貌的一笑，那还得感谢季先生对本店生意的支持呢。没错，这家咖啡馆是我的产业，毕竟我手握10亿资产，全都放在银行吃利息，太无聊了。我拿出来做些投资，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。沈青青原本还端着咖啡装文艺，一听这话，立马把手里的咖啡杯往桌上一放，有钱也别乱投资，小心破产。估计是察觉到纪培涵看他的眼神有些疑惑，他又拿起杯子抿了一口，缓缓说道，我的意思是，我现在算是想明白了，钱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身边的人是否真心。一说起这个，他就喋喋不休，说了一大堆纪培涵的好处，说他如何年轻有为，如何对他百依百顺。我看着沈青青，心里只觉得她很可怜。我的这个妹妹到底是被什么给蒙蔽了心？重活一世，竟然还是不开窍。钱啊有男人的真心重要，她到底在说什么疯话？再说了，这个纪培涵到底是个什么货色？我能不知道吗？在前世，我也和纪培涵有过一段感情，我们是在周希鹤家里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。那时他是周希鹤的得意门生，而我母亲正在和周希鹤谈婚论嫁。纪培涵一表人才，30岁就已经是业内顶尖的专家，而且他对我非常好。这样的人对我展开热烈的追求，我确实没有拒绝的理由。但是我母亲听了周希鹤的建议，坚决不同意这门婚事。
纪培涵竟然跟我提出先上车后补票，我果断拒绝。谁能想到我这一拒绝，竟然让他露出了真面目。他开始在全世界散播我的谣言，我为此深受困扰，花了好长时间才把这件事平息下来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急着要和我结婚，是因为他的业内专家身份都是编造出来的。他实际上早就已经在公司干不下去了，就想借着周希鹤的大学教授身份，在大学里谋个职位。这样的男人能有真心吗？就算有，也不过是垃圾罢了。不过他这些烂事和周希鹤的那些龌龊心思相比，可真是小巫见大巫。纪培涵去上厕所的时候，我打算给沈青青提个醒，毕竟她是我的亲妹妹，我可不希望她陷入那烂人的掌控之中。别在信记的身上白费心思了，周希鹤和咱妈都不会答应的。我抿了口咖啡，接着说道，确切的说，不管你跟谁好，他们都不会同意。他不屑地回怼，少在这儿瞎咧咧，你不就是嫉妒吗？你老公都不碰你，所以你见不得我跟阿涵恩恩爱爱的。而且周叔对我可好了，以前你跟他关系不好，那是因为你这人脾气太差，不招人喜欢。我嗤之以鼻，哼，看来你觉得自己很得周希鹤欢心啊，那我没什么好说的了。好言难劝该死之人，慈悲难渡自绝之辈。我最近忙得很，忙着赚钱生钱。除了那个咖啡店，其实我还有好几处产业，手里有了钱，做投资那叫一个痛快，总算是圆了我以前的经商梦。以前我一直想着攒够钱就开一家自己的店，那几年我几乎把能做的工作都做了一遍，从很多产品的生产到销售，再到售后，我都摸得清清楚楚。可一个小小的打工族，想要攒够做生意的本金，哪有那么简单？我到死都没能实现这个愿望。但现在想想，正是这些底层工作积累的宝贵经验，让我比其他投资者更了解市场，更了解客户，最重要的是更了解员工。过了小半年，我的10亿不但没少，反而还赚了不少，但我没打算告诉任何人。这天，我正躺在床上看着余额，心里乐开了花。顾英博突然闯进卧室，满脸不悦地盯着我。女人，你别以为装作对我不感兴趣就能引起我的注意。我抬起头，用看白痴的眼神看了他一眼，真是个蠢货。我漫不经心地说，你要是没事就找点事做，别老在我面前晃悠，我忙着数钱呢，没工夫理你。顾英博不知哪来的怒火，对着我就是一顿数落，钱，你跟别的女人一样，就知道花钱。我心里鄙夷，知道花钱到底会是什么下场，我可比他清楚多了。毕竟有沈青青那个前车之鉴，以前他挥霍无度没脑子，10亿的嫁妆2年多就被他花光了。等钱花完了，才想起要维系夫妻感情，可那时已经太晚了。顾英博早就被白月光迷得神魂颠倒。我和他不一样，我压根没想过要维系这段本就不存在的夫妻感情。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做这种没意义的事？专心赚钱不好吗？1个月后，我和婆婆一起登上了飞机，她是去度假，而我一来是为了做市场调研，二来是实在受不了顾英博。他最近出现在我面前的次数越来越多，每次都是一副霸道总裁的模样。女人，你再怎么假装冷漠也没用，我不会多看你一眼的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对他的厌恶，我真的打心底瞧不上这种每天无所事事的男人。有他这样的总裁，企业真能运营得下去吗？关于这个问题，顾英博很快就用行动给出了答案。他完全没有一个领导者应有的基本决策能力。在他国的这半个多月，婆婆每天都能接到关于公司事务的电话，大部分都是顾英博打来的。他都快30岁的人了，却跟个小孩似的，什么事都要问妈妈的意见。他一点主见都没有，更无法应对商场上的风云变幻。我婆婆头疼不已，只能提前订了回国的机票。我出来度假，就是想看看英博离了我能不能独立管理公司事务。现在看来，我真是高估他了。你比他成熟多了，这几天看你做调研，我就想起我年轻时跟着他爸打理事务的样子。我还是那句话，顾家能娶到你这样的姑娘，真是高攀了。看着眼前这位语重心长、面容和蔼的长辈，我很难把她和沈青青口中的那个恶婆婆联系在一起。但就在这一瞬间，我明白了，我婆婆不是针对谁，她就是讨厌废物。她对自己的废物儿子都这么嫌弃，更何况是沈青青那个一事无成的废儿媳。巧的是，在讨厌废物这方面，我们是有共同语言的。我回国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成立娱乐公司，大肆招募练习生。娱乐圈这碗饭，我沈薇薇一定要吃上，而且要吃得饱饱的。婆婆知道后，对我的事业大力支持，投入了大量资金，还利用自己的人脉，给我的练习生们争取到了很多露脸的机会。起初我还有些抵触，不想欠她这么大个人情。不过她讲了一番话，打消了我的顾虑。别以为我是在宠你，我这是在谈生意。我的鸡蛋不能都放在一个篮子里，更何况顾氏企业那个破篮子看着就不靠谱。有了她的助力，我的练习生们很快就有了些名气。正好最近有一档名叫《成团8练习生》的节目在筹备，我给练习生们报了名。而我作为节目的金主之一，坐在了评委席上。各个公司的练习生们都依次上台表演才艺，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，这些都只是陪衬，目的是为了突出接下来要登场的那个人。大家好，我叫宋之奎。宋之奎，大家公认的夺冠热门，顾英博心心念念的白月光。不得不说，宋之奎这张脸确实长得不错，花了大价钱果然不一样，让人百看不厌。难怪顾英博那个笨蛋会被他迷得神魂出窍。但他长得越漂亮，才艺表演就越差劲，一段毫无节奏感的说唱让我听得只想吐。形象很不错，但业务能力还需要加强。
我觉得自己已经说得很委婉了，可没想到宋之奎的团队和他本人一样会作妖，他们疯狂炒作受害者人设。宋之奎还故意透露自己和顾英博的陈年情事，引导舆论把我塑造成一个抢人所爱、靠着倒贴嫁到豪门的恶毒女。节目刚播出1期，我和他的热度就把其他练习生都比了下去，这正是他团队所期望的结果。当下吃瓜群众最为关注的便是顾英博本人的态度。其实行内之人都清楚，一个上市企业的总裁是不太可能出面来回应这种花边新闻的。然而他们严重高估了顾英博的智商。我接到了他的电话，你只要承认你对我是装作冷漠，这次我就勉强帮你一下。妈的智障，这句憋在我心里许久的话喊出后，我直接挂断了电话。半小时后，我便看到了头条新闻，顾氏总裁公开站在了宋之奎这边，并公开了定情信物。你这蠢货，脑子是不是被驴给踢了？我开车冲到顾英博面前，啪的给了他一巴掌，怒骂道。他捂着发红的脸，怔怔地看着我，上一个打我的还是我妈，女人，你这是在玩我？你要是再这么不分公司，什么都往外说，那你才是真的是笨。你以为宋之奎是什么好东西呢？他嘴角上扬，露出一抹笑容。女人，你果然是在吃奎奎的醋，你也配？累了，干脆毁灭吧，真的是就不动了。原本我还想着能给他敲敲警钟，让他远离宋之奎，免得我婆婆的心血都白费，但现在看来完全没必要了。有这样一个一把手，顾氏企业要是不破产，那可真是说不过去。顾氏的对手强美集团可没放弃这绝佳的机会，借着顾英博和宋之奎的花边新闻，他们大肆宣扬顾英博私生活混乱，一时间顾英博的名誉一落千丈，跟着他一起暴跌的还有顾氏企业的股价。我看了看一天比一天多的存款，丝毫没有慌张。他破他的产，我挣我的钱，互不影响。但在沈青青眼中显然不是这样，他认定我和顾英博是同一根绳子上的蚂蚱，所以一听到顾氏股价暴跌的消息，他就第一时间打来了电话嘲讽。虽然我和阿涵分手了，但是周叔对我特别好，给我买了好多名牌，还无条件支持我做任何事。不像你，虽然有个有钱的老公，但人家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啊。最后他还不忘补充一句，对不起，我忘了，你那个有钱的老公也快破产了。我默默不语，挂断了电话。有时候看着一个傻子在表演，真的挺无助的。周希鹤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花钱如流水，尤其喜欢给年轻女孩花钱。他的退休金虽然不算低，但也经不住他这样花。上一世，我妈每天要打好几份工，非常辛苦。我也劝过她和周希鹤分手，可我妈却说年纪大了，找个知冷知热的老伴儿不容易。我看实在劝不动，就想着自己多挣点钱帮衬她。也正是因为这样，我辞去了高校体操老师的职位，想寻找更多的发展方向。从那一天开始，同时打几份工的人就变成了我。然而最让我难以坚持下去的并不是工作带给我的压力，而是我妈的贪得无厌。她从不会心疼我，只会嫌我给的不够多。渐渐的，我发现我妈是个无药可救的恋爱脑，为了周希鹤那个糟老头子，她完全不在意，把我当牲口一样使唤。那么现在呢，我这个妹妹是出了名的好吃懒做，指望她出去挣钱是绝对不可能的。我妈也只能自己硬扛着，就我妈那小身板，怎么经得起他俩这么压榨呢？果然没过几天，我就接到了我妈的电话。她在电话里一直哭诉，把自己的处境描述的极为凄惨。你说的我都信，可这跟我又有什么关系？我淡淡的说了一句，便挂断了电话。圣母做多了是不会有好下场的，切记放下助人的情节，尊重他人的命运。成团8练习生的赛程已经过半，选手们都在努力争夺出道位，只有宋之奎是个例外。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真的难以相信，比赛都到了这个阶段，居然还有人能表演得一塌糊涂。他动作变形，声音走调，我忍了一整首歌，最终还是忍无可忍。老娘的喜悲也没人看见，整个演播厅瞬间变得寂静无声。我血气上涌，厉声说道：你要是去上过一节体操课，都不可能把这首带有艺术体操动作的作品演成这样。你尊重过观众吗？尊重过艺术体操吗？我话音刚落，身后有些粉丝就很不满。不是吧，这女的有病吧？她懂体操吗？就是我们葵葵已经很努力了，老女人就是在嫉妒葵葵。宋之奎面不改色，微微一笑。微微姐姐说的对，我在这方面确实不行，但听姐姐的意思，你好像很懂艺术体操，还能亲身示范一下吗？说着，她举起了手里表演用的彩带。我明白，她这是在挑衅我。她现在笑得无比灿烂且优雅，但没关系，她马上就笑不出来了。我接过她手里的彩带，一顿旋转跳跃闭着眼，动作流畅且美观。好久不练，有些生疏了。我笑着把彩带还给了宋之奎，他现在一脸茫然。然而，更让他震惊的还在后面。当天下午，网络上就有人扒出了我从未提起过的另一个身份——艺术体操前世界冠军。这些都是我以前获得的荣誉，我觉得没什么好说的。但外界对我这个身份的在意，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。不到半天时间，关于我的事情就传遍了网络，大家都惊叹于我的优秀，更钦佩我的低调。我就说嘛，普通人怎么可能嫁到首富家？肯定得有2把刷子才配得上。你在说什么胡话呢？那可是世界冠军啊，这可是顾家高攀了。
得益于我世界冠军的身份，顾氏企业的声望也有所回升，连着跌了1个多星期的股价也终于有了上涨的态势。顾氏这一波也算是死里逃生了，我婆婆悬着多日的心，这才勉强落了地。我就说吧，能娶了微微，是你们老顾家烧了高香，臭小子你可得知道点好歹。过了很久我才得知，那个在网上最先公布我冠军身份的人，其实是我婆婆过来的。我向她询问她做出此举的缘由，她满脸得意之色。我家那儿媳妇如此优秀，我可不能让她遭那些无用之辈的欺负。而我这边呢，过得那叫一个顺风顺水，风生水起。可宋之奎的日子就没那么美妙了。经历了舞娘事件之后，他的人气陡然下降，公司大把的资源砸在他身上，可他那差劲的业务能力却让这些资源都付诸东流，公司也只能另做打算去捧其他人了。就这样，宋之奎成了公司被舍弃的对象。也不知是从哪儿刮来的一股邪风，引得舆论都在猜测我一定会趁机把宋之奎狠狠地踩在脚下，好将自家的练习生捧起来。宋之奎本人更是连最后一点脸面都不要了，他面对镜头抽抽搭搭地哭诉自己压力巨大，状态极差，感觉自己被针对了，仿佛随时都会因为承受不住压力而退赛。水军们也适时的发力，一直含沙射影的说他被我打压了。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困兽之斗罢了，他已经被公司抛弃，这是确凿无疑的事实。再怎么折腾，也只是再给自己花钱给营销号们增加收入罢了，我只需静静的看着就行。可我却忘了，我还有个顾英博这样的猪队友。这次他又是第一时间站出来表明了自己的立场。然而与上次不同的是，这次他坚定地站在了我这边。我风尘仆仆地赶到他的办公室，看着他那一脸邀功请赏的表情，心中的怒火顿时升腾起来。我上次说的公私要分明，你难道一句都没记住吗？你是不是猪脑子啊？他一脸茫然，愤怒不已。你这女人，我在护着你，你怎么还不满意？你到底要我怎么做？手机在衣服口袋里震动起来，我拿起一看，顿时两眼发黑。对家企业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还要快。我看到顾英博那离谱的站队言论之后，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公关，力求将舆论影响降到最低。可现在看来，终究还是慢了一步。顾英博的负面新闻已经在互联网上漫天飞舞了。顾英博这个时候出来帮沈薇薇说话，确定不是在倒油吗？烂黄瓜还想树立深情人设呢。一时间，关于他的各种桃色新闻都被扒了出来。我当然知道这些都是假的，但是那些吃瓜群众哪会管这些？整整3天，这件事的热度都居高不下。我下定决心让他自己去收拾那烂摊子。他折腾了1个多月，也没折腾出什么名堂，最后还是我婆婆出马帮他摆平了。那天家宴上，我婆婆身心俱疲，我年纪也大了，早就想放手不管了。这是我最后一次帮你，以后企业的所有事情，你不要再来问我了，多听听你老婆的意见。她倒是挺会活学活用。老婆，对于公司未来的发展，你有什么建议？我喝了一口红酒，看向婆婆，妈，要是条件允许的话，我建议您再要个孩子。屋漏偏逢连夜雨，最近真是没有一件事能让我省心的。顾英博捅下的篓子刚解决，我妈那边就传来了生病住院的消息。我和顾英博刚到病房，我妈就对着我一顿埋怨，臭丫头，你总算是来了，还算你有点良心。别夸早了，我们其实是来要回顾英博打给你们的50万的。这个蠢货为了巴结我，听说我妈住院后，二话不说就打了50万过去。还好他事后第一时间来找我邀功，不然我恐怕就要白白损失50万，还被蒙在鼓里了。沈薇薇，你也太不像话了，你自己不出钱也就算了，姐夫给的钱你还打算要回去？我冷眼瞧着他，沈青青提着大包小包的刚从外面回来，后面还跟着周希鹤。看这模样，两人这是出去购物去了。我妈可是为了养活这2个吸血鬼才累病的，没想到他们居然还有闲情逸致出去逛街。他们哪来的脸说我？我冷冷的嘲讽道：哟，买这么多奢侈品，不会用的是我家借给你们的50万吧？你管不着，钱可是姐夫借给我的，关你什么事？我戏谑地说：哦，你姐夫后悔了，打算要回来。沈青青大眼睛扑闪扑闪的看着顾英博，姐夫，他说的是真的吗？我不动声色的看着顾英博，他就像一只被拿捏的小猫，乖乖的点了点头，换来了我对他的一个微笑。我转而看向沈青青，不还也行，给利息就好了。沈青青一边拿出手机转账，一边骂骂咧咧，脏心烂肺的东西，就知道钱，哪像我这么重感情。我看了看他，又看了看一直在他身后献殷勤的周希鹤。你要是真重感情，那最好不过了，周叔对你的感情可深着呢。转眼到了成团夜，在亿万双眼睛的注视下，与宋之奎同属一家公司的安瑞突然崛起，拿下了冠军 ，C 位出道。或许很多人都觉得这个结果令人惊讶，可我心里清楚，这小姑娘的实力本就应该得到这样的奖赏。我见过她在深夜独自刻苦练舞，我见过她为了练好高难度动作，摔得鼻青脸肿还在哭，然后又爬起来继续练。我见过她高烧40度，打着吊瓶还在练习的模样。平心而论，她比我旗下的所有练习生都要努力，并且优秀。如今的她站在舞台最中心的位置，在众人的目光下捧着奖杯，哭得像个孩子。她抽泣地表达对我的无尽感激，多亏了我，才让她有今天这个地位。比赛前夕，外界一直传言
说我为了捧红自家艺人，一直在利用资本打压其他家的练习生，甚至有很多无良的营销号断言，最后的 C 位一定是我的练习生。然而，现实给了这些人一记狠狠的耳光，我确实动用了资本，只不过我的资本是用在了资助安瑞身上。那段时间，练习生们内部都在传言说安瑞有退赛的想法，这样一个热爱舞台的女孩子，退赛肯定是迫不得已。我派人打听后才知道，原来是她的父亲得了重病，没钱医治。我二话不说，承担了他父亲的全部治疗费用，这才让他没有了后顾之忧，能够专心比赛。梦想是很珍贵的，普通家庭的孩子更应该勇敢地追逐梦想。我希望你永远不要轻易放弃，我会一直在你身边。本以为节目录制结束后，我能远离那些是非纷扰，好好休息一段时间，可偏偏天不遂人愿，顾氏的王牌产品的秘方被泄露了。上一世的时候，顾家就是从这件事之后开始一蹶不振，半年后彻底破产。这件新闻当时闹得沸沸扬扬，我妹彼时泪眼婆娑地跟我讲，全是宋之奎这可恶之人，瞧见上位没指望了，便转而投入强美集团总裁的怀抱。那秘方乃是他从顾英博那儿套取出来，然后泄露出去的。可这一世，顾英博每日都为我马首是瞻，早就跟宋之奎断绝关系了，怎还会中他的圈套呢？顾英博吞吞吐吐地说，他说我要是不把秘方给他，他就找人把你绑了。我按住额头，你猜他为何不直接把我绑了？是因为不喜欢吗？我气急败坏的大吼，老娘每天出门都带2个保镖，他拿什么绑？你有脑子没？就算绑了又怎样？我值钱还是秘方值钱？你值钱？你比什么都值钱。顾应博立刻回应，再者说家里产品线那么多，又不是指着这一个产品过日子。我气得头脑发昏，真想亲自把他的脑袋拆开，瞧瞧里面到底是怎样的构造。见我脸色越发难看，他轻声问道，那现在该怎么办？妈说要多听你的。我长叹一声，望向窗外，我给你指条明路，要不你现在就跳下去吧。场面一时极为尴尬，还好我的手机铃声适时响起，我刚按下接听键，就听见我妈那如同鬼哭狼嚎般的动静。你快回来看看吧，你妹妹出事了。沈青青哭得泪如雨下，话都说不利索。我妈也一直吞吞吐吐，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。我听了好一会儿，才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简单来说，就是我妹差点遭人强，而对她施暴的不是别人，正是我妈刚找的老伴周希鹤。我知道我妹妹很愚笨，但我没料到她能蠢到这种地步。我妈手足无措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你妹妹这样，你周叔也跑了，我下半辈子可怎么活啊？我被她的嚎哭弄得一阵心烦，不耐烦地说，能怎样？先报警把人抓回来，以后的事以后再说。我妈一听这话，脸色大变，急忙阻拦，不行不行，不能报警，要是报了警，你周叔可就真完了。再说了，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要是轻轻捡点些，男的也不会强上他。哼，果然还是那个我熟悉的妈。上一世，我告诉他那男人对我图谋不轨时，他也是这种死态度。从那一刻起，我就明白了，我妈是个十足的恋爱脑，她宁可认为自己女儿是个行为不端的货，也不愿承认自己的意中人是个老色鬼。沈青青现在倒是不哭了，但表情比刚才还要绝望。趁着我妈出去方便的空当，她向我发难，你早就知道她是这样的人，对吧？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哼，那当然了，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只是比她聪明，比她果断。当我发现周希鹤的真面目，并且意识到我妈不会站在我这边时，我就连夜逃离了那个魔窟，开始独自生活。我之前挣下的钱几乎都在我妈手里，所以我离家之后的生活十分艰难。我也试着找我那个有钱的妹妹寻求帮助，可当时风光无限的她连看都不看我一眼。现在你居然来指责我，你好大的脸！我看着沈青青，愤怒地说道。她被我说的一时愣住，我轻蔑地瞥了她一眼，重活一世又怎样？你换了个选择又如何？你现在也看出来了吧？不管你怎么选，输的那个都是你，知道为什么吗？沈青青紧咬着下唇，表情变得狰狞，眼神中满是仇恨。我凑到她身边，摸了摸她那漂亮的脸蛋，笑着说，因为你蠢，你总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，你从未想过靠自己去改变什么。傻妹妹，蠢货废物，就算重活100次，也只是在表演蠢货的100种死法罢了。我杀了你！突然间，他不顾一切地冲上来，揪住我的衣领，想要掐住我的脖子。然而他刚动手，下一秒就被冲进门的保镖按在地上，发出杀猪般的嚎叫。我蹲下来仔细端详他，感慨不已。啧，不会真以为自己还跟我在同一个层次吧？我能让你靠近我已经是给你面子了，你居然还想杀我！他被按在地上，疯狂地挣扎蠕动，像个疯子一样。哦，不能说像个疯子，他这副模样确实是疯了。当天晚上，我妈哭着打来电话，怎么办啊？你妹妹受刺激要跳河了，算她命大，被人及时捞了上来。但她跳河之前就疯疯癫癫的被冰冷的河水一击，脑子更不正常了。现在见到男人就发疯，一发起疯就要杀人。我妈实在没办法，只能自己掏钱把她送进了精神病院。确定不帮忙吗？你妈妈很辛苦的。顾英博小心翼翼地问道，眼神偷偷往我这边瞟，活像个等待皇上旨意的老太监。我赏了他一个白眼，别管，他的认知配得上他所受的苦，你还是操心你自己的事吧。我可听说工人们2个多月都没发工资，正准备闹事呢。他拍了拍胸脯，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已经有解决办法了。过2天你就等着瞧你男人的表现吧。
我将信将疑地看了看他，暗自嘀咕：我真的可以相信他吗？不得不说，在令人失望这方面，顾英博从来不会让我失望。没几天，他就用实际行动回答了我的疑问，一点都不可信。他召集企业的员工代表，开了个所谓的动员大会。我瞧他那得意洋洋的样子，还以为他真想出了度过危机的好办法。谁料他居然提议暂停给工人发工资，还发表了长篇大论。我知道大家也很艰难，所以我愿意以身作则。从今天开始，我顾英博也跟大家一样，不再领取工资。我相信，只要大家齐心协力，就一定能够共度难关。这资本家吸血鬼的味道，直冲得我直犯恶心。台下的工人代表哪能听他瞎掰，都叫嚷着要揍他。就在场面即将失控的时候，一个身影威风凛凛地走到演讲台上，举起手里的细棍，朝顾英博的后背就打了下去。台下顿时鸦雀无声。顾英博愣了2秒，回头看了看，满脸的难以置信。打他的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亲妈，而递棍子的也不是别人，正是他的亲老婆。这一棍是替工友们打的。我婆婆手里握着棍子，脸上神情严肃：你乃是富家公子，自然无需依靠工资度日，可曾想过那些普通工人没了工资，该如何养活一家老小？我婆婆脸上的怒意渐渐消散，取而代之的是恨铁不成钢的神情。我从未让你受过半点苦，没想到竟害了你，将你养成这般废物。顾英博揉着被打的后背，满脸委屈。我婆婆一脸厌恶地将他推到一旁，转而换上一副笑脸，朝我招招手，示意我上台。关于公司的未来，大家无需担忧，我再次承诺，未来2个月内工资会照常发放。2个月后，倘若公司无法继续运营，我会依照法律规定给予大家相应的赔偿金。但我坚信我们不会走到那一步，因为我的好儿媳为了此次危机已经拟定出一整套的应对方案。说着，他轻轻握住我的手。哦，不对，该称呼你曾董事长了。我现在正式宣布，顾英博卸任董事长之位。一个熟悉的女声在人群后方响起：沈薇薇，你别这般得意，我已花费重金打通与袁家的关系，你们的原料供应链即将断绝，即便你有通天本事，也无法盘活这盘死棋。宋之奎不请自来，大仇得报4个字仿佛就写在他脸上。他穿过人群，在保镖的簇拥下走到我面前，满脸挑衅：沈薇薇，你抢走了本应属于我的位置，你这是在自寻死路。顾英博将我护在身后，又开始施展他那霸总语录：若你是故意想激怒我，那你成功了。一边去！我不耐烦地说了句，一把揪住顾英博的脖领子，往后一拉，将他甩在身后。我迎着宋之奎挑衅的目光走上前，气势上丝毫不让。你不会真以为自己已经赢了吧？上一世，强美集团正是凭借切断顾氏的原材料供应，才锁定了胜局。说来也巧，我上一世曾做过一段时间的住家保姆，而我的雇主袁傲天，实际上就是顾氏原材料供应商的老板。只是当时事情已成定局，我也无计可施。而此次情况不同，当我发现事情又朝着原本的方向发展时，我就预估到了宋之奎接下来的举动，抢先一步接触了袁傲天。袁傲天早年离异，未曾再婚，独自一人带着个5岁半的小女儿甜甜，将女儿宠上了天。甜甜从小就极为挑食，总是不好好吃饭，为此袁傲天没少花钱找人调理，但都不见成效。直到我的出现，我用了小半年时间就治好了这小丫头挑食的毛病。她吃饭恢复正常后，性格也变好了很多。为此袁傲天对我十分感激。既然上一世我能将甜甜拿捏得妥妥当当，此次自然也不在话下。顾家与袁家是多年的生意伙伴，借着这层关系，我邀请他们父女来参加晚宴，还送上了我亲手制作的栗子蛋糕，这可是甜甜的最爱。这小丫头果然一口就爱上了，连吃了好几块。袁傲天当时就震惊不已，说什么都要向我讨要配方，愿意出高价购买。我不要他的钱，但我要求他保证原材料的持续供应。他十分爽快地答应了，拿着我的配方心满意足地回家了。我婆婆有些不放心：你就不担心他反悔？不怕，即便宋之奎以后再用利益诱惑他，我也敢保证他不会反悔。那个栗子蛋糕甜甜吃个10天半月也就腻了，到时候他还得求我。而我手里关于甜甜爱吃的食物配方可有上百种之多，足够吊他10几年呢。宋之奎接了一个电话后，脸色一阵青一阵紫，难看至极。我讥讽道：怎么不笑了？是天生不会笑吗？见他被我噎得无话可说，我乘胜追击：是袁傲天给你打个电话吧？他是不是告诉你不会答应你的要求？哦哟哟，人家可不稀罕你的臭钱呢。他气急败坏，冲上来就与我撕扯起来。顾英博虽然在脑力上是个废物，但反应力还是足够的。他一把抓住宋之奎的胳膊，狠狠往后一推：我顾英博的女人也是你能碰的？这一刻，霸总语录似乎也没那么让人反感了。宋之奎被推得趔趄了一下，眼神示意身边的保镖赶紧上。扪心自问，其实我挺想看看战损版的顾英博是否会顺眼一些，但理智告诉我，真要打起来，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战损那么回事了。于是我出言阻止：几位大哥现在护着他，以后他吃官司进了监狱，你们拿不到工钱，可别怪我没提前告诉你们啊。你在说什么胡话？哦，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已经向相关部门递交了举报材料，说你侵犯商业秘密，进行非正当的商业竞争。你给袁傲天的那些钱也已经作为证据一起递交上去了，怎么办？
有人可能要坐牢了呢。宋之奎抗压能力太差，直接晕倒在台上。顾英博对我竖起大拇指：“老婆，你真厉害，没你我可怎么办啊？滚！要不是怕咱妈的心血付诸东流，我才懒得管你这烂摊子。”我说顾氏企业是我婆婆的心血，一点都没夸张。她曾跟我讲述过她年轻时的奋斗历程。当年我公公只是个莽撞的年轻人，做什么买卖都赔本，成了全村人的笑柄。后来娶了我婆婆，日子才渐渐好转。再后来创立了顾氏企业，我婆婆更是忙里忙外，没有一件事不让她操心。你是不知道，那几年把我熬的身体都出问题了。医生说我要是再这么拼命下去，肚子里的孩子就保不住了。我婆婆回忆起往事，满脸心酸。可即便我为公司操劳这么多年，在公司也没有一个正式的职位。英国那死老爹总是说女人不能委以重任，我呸！他有些愤恨。说到这里，忽然又得意起来。他千算万算也没算到自己是个短命鬼。他死后，儿子和公司不都得听我的？想想这些，我就觉得解气。我婆婆平日里是个优雅的贵妇，没想到说起自己的亡夫，竟然是这种态度，我觉得有些荒诞，但更多的是觉得她可爱。我笑了笑说：“还好英国不像他爸爸那样，他挺支持我接手公司的。他要是敢不支持，可别后悔。”婆婆紧紧握住我的手，轻声道：“乖闺女啊，你得牢牢记住，咱女人哪不比那些大男人差啥啊？根本没必要非得躲在他们背后去扶持他们。”我会意的笑了笑，点了点头。经过再三思量，我还是瞒着我妈报了警。结果周希鹤被判处了6年有期徒刑。抓人那天，我妈跑过来对我又哭又闹，说我毁了她后半生的幸福。我赶紧安抚她，说不是那样的，幸福还是会有的。随后我便把她送去了幸福养老院。顾应博被送到基层去锻炼，按照我婆婆的说法，就是要让她把这30年没吃过的苦都尝一遍，免得她这么不争气。为了确保她不会得到任何特殊照顾，我婆婆故意隐瞒了她的身份，把她送到了企业下属最偏远的一个厂区。刚开始，顾英博像个撒泼耍赖的熊孩子，哭爹喊娘，满地打滚。这种状况在他领到工资的那天结束了。看着那1500的月薪，他却仿佛拥有了1500万的心态。那天，他兴高采烈地给我打电话，炫耀他的1500巨款。你知道吗？这可是我第一次靠自己的劳动赚到钱。我第一次觉得自己活着是有意义的，那就是劳动。从那之后，顾英博的干劲越来越足，凭借在厂里扛大包，他多次获得先进称号。我之前一直以为是我把他给养废了，没想到是路线选错了，他居然是个体力型的人。我婆婆丢下这句话后，拉着行李箱踏上了她的度假之旅。而我呢，就没那么轻松了。顾氏企业和我的娱乐公司都发展得越来越好，我忙着挣钱数钱，都快忙得焦头烂额了。这种既痛苦又快乐的感觉，真的太让人着迷了。